我下班坐地铁回家，两眼闭目养神。最近烦心事太多，上小学3年级的儿子，昨天的数学作业又没有完成。老师刚刚在班级群里点名，要求家长明天去一趟学校。我身体里的一股无名火堵得慌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钟燕，迷迷糊糊中，感觉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我无力地睁开惺忪的双眼，立马看清了，眼前站着的是我的前小姑子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我立马重新闭上了眼睛，回想起当年和前夫李明离婚的时候，小姑子李敏对我特别无情，我不想搭理她。李敏揪着我旁边还有点空位，硬挤着坐了下来。我不耐烦地往旁边挪了挪。钟燕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好吧？我闭着眼睛点点头，算是回应。李敏觉得有些无趣，但她还是碰碰我的胳膊。我哥得了癌病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住在第一医院，你有空可以去看看他，不要留下人生遗憾。我顿时睁开了眼睛。李明怎么了？肝癌晚期。当年我们家对不起你，但是现在我哥这样了，我嫂子也跑了，你自己安排吧。我要下车了。钟燕，去看看我哥吧。李敏到站后急急下了地铁。我瞬间觉得天旋地转。我和李明离婚后几年都没有联系，但我的内心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我叫钟燕，和李明是高中同学，工作多年后，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可能是因为马拉松式的恋爱时间太长了，再加上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又是异地恋，双方恋爱后期都有几分感情疲惫，好几次我们都走在分手的边缘，但最后我们两人还是不忍放下多年的感情，勉强走进了婚姻。结婚后，李明一直坚持不要那么快要小孩，他说要先拼事业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。后来李明经常借口出差，夜不归宿，我只能装聋作哑。那时候我已经32岁了，娘家父母体弱多病，家庭和工作让我焦头烂额。我想过，万一离婚，房子和车子都是李明家婚前买的，我只能净身出户。我这个大龄离异青年，要再嫁人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我想，只要李明不是太过分，让他晚几年，也许以后生孩子后就好了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一个叫张慧的女人拿着孕检单找上门来了，她说她怀孕了，肚子里的是男孩，她准备嫁给李明。李明不置可否，态度模糊。我悲从中来，钟燕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张慧怀的是男孩，我妈想要抱孙子，望着这个人模人样的男人，哭泣着哀求我离开他。我心如刀割。我提出要分割家庭财产，因为我是受害者。李明没有说话。李敏跳出来说，财产都是李明的婚前财产，1分钱都不会给我。如果我拖着不离婚，他要去举报我在单位虚开发票的事情。我无奈地看着李明，心灰意冷。我知道，不是他特意告诉李敏我工作的一些小秘密，李敏怎么可能知道我单位的事情？他们兄妹，这是使计让我净身出户。婆婆在旁边叫嚣着，赶紧离婚，结婚3年了都不会下蛋，早点挪哦。李明一句话都不说。我明白，李明要逼我走，他自己不说话，让妈妈和妹妹做坏人。这种男人简直就是畜生。我收拾行李，第2天就和李明愤然离婚。离婚后，我搬回了娘家，没几天，表姐就给我介绍了她单位的同事丁健。我和丁健很投缘，我提出要立马结婚，想以此来忘记内心的伤痛。
我对马拉松式的恋爱有点吓怕了。丁健介绍说，他因为老婆外遇出轨离婚，我根本不在乎。1个月不到，我和丁健就结婚了。可是更残酷的事情摆在了我的面前。丁健在婚前隐瞒了他床上不举的事实，我的2婚瞬间变成了无性婚姻。我有点惊慌失措，我承认我心太急了。那段时间我整夜的失眠。丁健承诺他会尽快去治疗，并且承认他前妻就是因为他身体不举而离婚的。2婚果然有可能是个坑，我就这么草率地跳了进去。巨大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，呼吸也变得困难，我只好跑去看医生。你怀孕了。医生检查后告诉我，我吃惊地说不出话来。离婚，再婚，一再的受挫折，这些日子没来例假，我以为是压力太大，内分泌失调所致，因为我平时也经常例假不正常，所以没有在意。我怀孕了。我和丁健还没有一次完整的夫妻生活，那么孩子只能是李明的。我感觉自己又掉进了一个深渊。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一定视如己出，我也会好好治疗身体，争取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丁健知道我怀孕后，跪下来求我不要离婚，把孩子生下来。他不介意，思虑再三，我同意了丁健的要求。我算高龄产妇了，我想要这个孩子。我和丁健的事情走一步算一步。我来到第一医院，找到肝胆专科，很容易就找到了李明的病房。我放下水果和营养品，你要好好的配合医生治疗。李明泣不成声，我的时间可能只有3个月了，我对不起你。看着李明悲伤成河，我忍不住坐下来陪他聊天。他曾经也是我的整个青春啊。第2天，我带着儿子去看李明，我想让儿子见见父亲，我不想让孩子成年后有太多遗憾，但我也没打算让他们父子认亲。聪明的李明立马发现了我儿子和他很像，血缘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。李明指使他妈妈带孩子下楼去买零食，他跪在我面前，丁晨一定是我的儿子，不会错的，求你让孩子认我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李明告诉我，他老婆在半年前，在他的身体开始出问题后，就带着女儿回娘家了。李明说，当初张慧是骗他怀了男孩，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胎儿的性别，他只是想赌一把。女儿生下来后，李明很失望，开始觉得对不起我。后来李明听说我婚后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更是后悔不已。无奈木已成舟，他的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。1周后，李明把亲子鉴定报告递给了我。原来他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。丁晨是我的儿子，你能不能让孩子周末过来陪我？我有点犹豫，一方面让儿子和他亲爸多多相处，我也乐意；另一方面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李明活着的日子毕竟不多了，我提出可以让丁晨周末过来医院陪李明，但是李明不能和丁晨相认。李明满口答应。回家后，我把李明去做亲子鉴定的事情告诉了丁健，他没有太大的反应。受疫情影响，丁健的西餐厅生意很差，资金链快要断裂了，他的内心焦躁不安。转眼结婚快10年了，丁健的身体经过治疗，虽然有所好转，但是每次夫妻生活还是要借助药物，而且质量很差，所以我们也没有生育。丁健自己感觉对不起我，所以对我和孩子都很宠爱。因为我和儿子生活得很好，我就没有再计较丁健的身体问题。看着身边的女友很多离婚的，我甚至觉得丁健是一个好老公，我对自己的婚姻还算满意的。
和李明要一点赔偿费来，毕竟我们帮他养了那么多年的儿子。丁健狠狠地掐灭了手中的香烟，我顿顿脚，怎么可能？李明自己都得了癌病。丁健撇撇嘴，李明有单位，有医保，治病有报销，花不了多少钱。他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死后还有抚恤金。他就一个女儿，老婆还在闹离婚。李明的财产应该我们丁晨继承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有点生气。你心疼前夫哥了？丁健开始阴阳怪气。第二天，我带着丁晨去看李明。李明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对我说：“卡里有50万元，是他的所有现金财产，他要留给儿子。”我推搡了一下，没有接卡。这卡你拿着吧，以后给儿子结婚用。我的时间也不多了，我的房子就留给张慧和我女儿。这钱你千万不要给丁健。李明意味深长地说。我内心挣扎了一下，半推半就地收下了这张银行卡。回到家，丁健正在喝闷酒。他告诉我，餐厅的租金到期了，这几天再不交房租，房东就要赶人了，那餐厅就要倒闭了，100多万的投资就要泡汤了，我们家就没有收入来源了，还要负债。我有点恐慌，毕竟这个西餐厅是丁健的事业，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。疫情来临之前，餐厅生意一直不错，给我们一家3口提供了还算优渥的生活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掏出了李明给我的卡。我递给丁健说，里面有50万，是李明给丁晨以后结婚用的，给他先应急。丁健两眼放光，立马夺过了银行卡。我们的餐厅有救了，丁晨结婚还早着呢，还要20年，我们以后能挣回来这钱。我内心有一丝慌乱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转眼暑假就到了，我每天上班前把儿子送到医院去陪李明，下班后再把儿子接回家。可能是因为有了儿子的陪伴，李明的精神越来越好。肝细胞活体检测报告从上海发回来了，李明的检测结果比出诊的预期要好很多。李明的并不是肝癌，是肝硬化晚期，之前的诊断有误诊。虽然肝硬化晚期不是小事，但是和肝癌比起来还是有区别。医生说，如果治疗和保养得好，有些肝硬化患者还能活20年。所有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。李明从医院回家休养，只要定期去医院检查和拿药就可以了。李明精神焕发，神采奕奕，从鬼门关走了一回，人生态度开始不一样。李明提出要我把儿子给他抚养，这是我万万不可能答应的。当时想到李明不久于人世，我在和他倾诉生活苦水的时候，也告诉了他丁健不举的事情。李明叫我和丁健离婚，带着儿子和他复婚。反正张慧带着女儿回娘家半年了，离婚也是迟早的事情。我坚决不答应，因为丁健对我们母子不薄。张慧很快就知道了李明是误诊，她迅速带着女儿搬回了家。当初医生诊断李明是肝癌，她就躲回娘家去了。因为他根本不想去照顾一个癌症病人，他只想等李明死后回来继承财产。毕竟他觉得自己是李明的老婆，自己的女儿是李明唯一的孩子。回家后，张慧很快就知道了丁晨是李明子的事情。有一次，婆婆和张慧吵架，无意中说出了李明给了丁晨50万，张慧大吵大闹，说这50万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要我还给他。我怕张慧去我单位闹事，我准备找丁健要银行卡。我心想，丁健的租金就欠10多万，付完租金，卡里应该还有30多万，先把这钱还给李明，张慧就没有理由来吵闹了。回到家，我和丁健要银行卡，
丁健爽快地把卡给了我，并且告诉我卡里1分钱都没有了。我惊呆了。丁健说他付了租金10多万，其他的部分钱付了钱欠的牛排款、调料款，剩下的钱他囤了些食材。因为疫情期间，供应商都要求现金采购，张慧在催钱啊，不给他要去告我的。我吓得哭出了声。丁健摇摇头，告什么告？我们要安排律师去告他们呢。丁晨作为非婚生子，享有和婚生子一样的待遇，我们要去分他们的房子、车子、存款，绝对不止50万。李明找到我说张慧坚决不同意离婚，还要去我单位闹事，让我注意一点。那天我正在忙碌，果然张慧闯进了我的单位，她直接要我还钱，我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同事们纷纷围了过来。张慧看我拿不出钱来，开始大声耍泼。她告诉我的同事，我的儿子是她老公的种，我的老公床上不举。张慧怎么会知道了丁健的隐私？我怒不可遏，冲上前去打他。张慧立马躲开了。是李明告诉我的啦，你老公不举啊。现在李明的身体好了，他后悔给你钱了，是他指挥我来讨钱的。怎么样？张慧摸着被我抓破的脸颊，气得大叫。我还想冲上前去打他，他甩开我的手。你别傻了，你知道我小姑子为什么会突然在地铁上偶遇你吗？都是丁健一手策划的。你老公丁健早就私下去找过李明要钱了，李明也是有心要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一笔钱，但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有大碍，就后悔给你们钱了，所以他就接我回家，让我出面讨钱啊，你懂了吗？我秒懂。我无力地往办公室门口走去，不顾身后同事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。我知道我的工作丢了，生活也是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我要和丁健离婚，带着儿子自己过。大家说我这样的选择对不对？欢迎在后台给我留言，帮我出谋划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